手机用久了，充电插口松动，充电断断续续不稳定，教你一招就能解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手机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就出现充不了电，或充电断断续续不稳定，还经常充不进电的情况，怎么办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换一根充电线。其实只需准备一根牙签就可以解决。大家会看到手机充电孔里有非常多的脏东西，只需用牙签伸进充电孔里，把里面的脏东西取出来。这些脏东西是怎么进到手机充电孔的呢？就是我们把手机装到口袋里时，口袋里的毛絮、废屑跑到手机充电孔里的。我们给手机充电时，每给手机充一次电，这些毛絮就积累一点，日日积累，手机孔里的毛絮就会越来越多，导致手机充电不良。还有人会说，我的手机充电孔里没有脏东西，为何手机还是充电不良呢？其实也非常简单，只需准备一根棉签，从棉签顶部取一点棉花下来，然后把棉花包裹在牙签顶部，接着找出家中的酒精来，用牙签蘸取一点酒精，然后擦拭我们手机的充电孔。那为什么清理手机充电孔时要用酒精呢？因为酒精具有挥发性，不会伤害到我们手机配件。大家会看到手机充电孔里的污渍都被我们一擦就下来了。只有手机充电孔清理干净，充电时就不会接触不良了。这些污渍脏东西就是我们给手机充电时产生的氧化层。大家会看到充电孔里有很多触点，如果这些触点表面有脏东西氧化层，充电时就会接触不良。一般的手机经过这样处理，手机充电就顺畅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手机已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。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丰富，电池续航能力却常常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。如何让手机更加省电，延长使用时间，是许多用户迫切想了解的问题。以下是一些实用的省电技巧，帮助你更好地管理手机电量。1. 调整屏幕亮度。屏幕亮度是手机电量消耗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将屏幕亮度调至适合当前环境的水平，可以显著减少电量消耗。许多手机都具备自动调节亮度的功能，可以根据环境光线自动调整屏幕亮度，建议开启此功能以节省电量。2. 关闭不必要的后台应用。后台运行的应用会消耗大量电量，尤其是那些需要持续网络连接或数据处理的应用。定期清理后台应用，关闭不需要的程序，可以有效减少电量消耗。同时，也可以在手机设置中限制某些应用的后台活动权限。3. 优化手机设置。手机中的许多设置都会影响电量消耗，如定位服务、蓝牙、Wi-Fi 等。在不需要使用这些功能时，建议将其关闭以节省电量。此外，还可以调整手机动画效果，降低屏幕刷新率等，进一步减少电量消耗。4. 使用省电模式。大多数手机都配备了省电模式，开启后可以自动调整手机设置，如降低屏幕亮度、关闭后台应用刷新等，从而延长电池使用时间。在电量不足时，建议开启省电模式以应对紧急情况。5. 更新系统和应用。系统会不断优化系统和应用程序，修复一些可能导致电量消耗过快的问题，
及时更新有助于提升手机性能和续航。这个就看手机的性能如何了，感觉自己不需要新增功能的话，选择一个稳定的版本就养老在哪里吧。其实真正操作下来，有用的东西就3、5点，像降低屏幕亮度、关闭后台的应用和以及应用过后暂不需要的功能，还有一些 App 后台应用的通知消息等。做好了这几条，基本上能节省很多的电量，就能有效延长手机续航，让电量焦虑稍微缓解些。6、管理定位服务，关闭不必要的定位权限。定位服务是手机耗电的大户之一，很多应用会频繁调用定位功能，即使你并没有使用它们。我们可以通过关闭不必要的定位权限来节省电量。操作步骤：打开设置、隐私、定位服务，检查每个应用的定位权限，将不需要定位的应用设置为永不，或者在使用期间才允许定位。比如像地图、打车软件这类应用可以保留定位权限，而一些工具类或游戏类应用则可以完全关闭。面对手机变脏的问题，很多人可能会首先想到用清水进行擦拭。然而这样做其实并不明智，因为清水可能无法有效去除顽固的污渍和细菌，反而可能让手机越擦越脏。那么如何正确清洁手机，让它恢复干净整洁呢？酒精喷在手机表面，注意只需轻轻喷2下即可，不需要太多。过多的酒精可能会对手机内部造成损害。拿起纸巾，从手机的顶部或底部开始，沿着一个方向顺次擦拭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擦拭时务必保持纸巾的干燥，避免水分渗入手机内部。同时不要随意乱擦，以免刮伤手机屏幕或损坏其他部件。在擦拭过程中，可以适当加大力度，以去除顽固的污渍，但也要注意力度适中，以免对手机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经过这样的清洁过程，你会发现手机焕然一新，不仅表面干净整洁，而且不容易留下指纹。这样的清洁方法既实用又高效，让你每天都能用上干净的手机。除了定期清洁手机外，我们还应该注意手机的日常保养。1、避免将手机暴露在高温或潮湿的环境中。2、不要随意拆卸手机，以免损坏内部结构。3、定期备份手机数据，以防意外丢失重要信息。掌握正确的手机使用方法，不仅能让我们用起来更加舒心，还能保障手机的健康和安全。希望这个小技巧能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让我们一起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